Hello， 大家好，这是菠萝，欢迎来有期的菠萝开箱。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这十几20年间呢，由于投影仪器过高的输入延迟以及过低的刷新率，游戏显示这一类别在家用领域呢，一直是被电脑显示器或者电视所占领的。而仅有的几款低延迟、高刷新率的产品呢，也通通被限制在了1080p 及以下的分辨率，直到这款投影仪的出现。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台世界上第一款同时支持 4K 60赫兹以及 1080p 240赫兹的游戏投影——奥图玛 UHD 50X。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款 UHD 50X 的外观。奥图玛并没有选择用夸张的造型以及 RGB 灯光来装饰这台明显是为了游戏玩家所设计的机器，反而呢是用了一个标准又简洁的投影仪造型。它的正上方有一些快捷键，可以进行开关、梯形矫正等简单的操作，几个镜头缩放轮来提供最大 1.3 倍的图像缩放，也就是1.21到1.59比1的缩放比。用普通话来说呢，就是想投放一个100寸的画面你需要2.68米的距离，而想要达到这款投影仪的最大画面300寸呢，你的房间至少得有8米长。除此之外呢，它上面还有一个镜头位移轮来提供最大10度的纵向画面位移。在接口方面，奥图玛 UHD 50X 则提供了一个支持 HDCP 2.2以及 HDR10 的 HDMI 2.0接口，一个 HDMI 1.4A 接口、VGA 接口、RS232C 接口、光纤接口、USB 2.0接口，以及3个非常先进的3.5毫米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呢，通常在选购显示器时，我们最看重的几点分别是刷新率、输入延迟、灰阶响应时间以及分辨率。而对于投影仪来说呢，我们还要再加上亮度这一参数。那么我们就首先通过这几个类别分别来聊聊这款奥图玛 UHD 50X。首先呢，这款投影仪在 1080p 模式下拥有24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电脑显示器上也是非常突出的。而高刷新率所带来的好处呢，则是仅15.7的输入延迟。对于不知道什么是输入延迟以及灰阶响应时间的朋友我在这里简单的说说它们是什么。灰阶响应时间呢，是一个像素点在不同灰阶之间转换所花费的时间，用实际表现来说，就是响应时间越快，你在画面高速变换时所看到的重影就越少。现在大多的 TN 面板都已经能够做到1到5毫秒的时间了，而投影呢，虽然奥图玛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参数，但是一般的 DLP 投影都可以做到0.1到0.16毫秒，没错，比 TN 显示器还要快10倍而在实际使用中，它的拖影也确实是要比我标称1毫秒响应时间的游戏显示器短上一些。而输入延迟呢，则更为复杂一点，它是一个集响应时间、图像处理以及刷新率等软硬件相结合的共同结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当投影仪接收到信号，它在内部进行各种图像处理后，在屏幕上将它所显示出来所需要的时间。当然，我也只是非专业的说明一下，实际情况还有比我说的这些远要复杂的很多。按照现在业界普遍公认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对于游戏玩家来说，30毫秒以下的输入延迟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个数据下呢，一般用户就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延迟了。而对经常打 FPS 这类竞技游戏的用户来说呢，16毫秒及以下则为最佳。那么这款 UHD 50X 呢，在240赫兹模式时就刚好落入这个最佳时间的范围内。在分辨率方面呢，UHD 50X 使用了一个0.47寸的 DMD 芯片，通过 XPR 技术来实现 4K 2160p 的输出。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 4K 模式下，它最高只能达到60赫兹的刷新率以及25.8毫秒的输入延迟，这对于非竞技游戏来说依然是绰绰有余的。240赫兹的游戏增强模式呢，则只能在 1080p 下实现。那么如果你问我它的实际表现如何在我过去的这2个多月的使用时间里呢，我只能告诉你太爽了，好吗？跟我24寸144赫兹的显示器比起来呢，那更是天地之别。我的 CSGO 成绩有了质的提升以前我只能打中等 BOT， 而现在我都能跟专家级钢一波枪了。哎呀！在亮度方面 ，UHD 50X 的最大亮度为3400流明。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在完全黑暗的场景下就能看清屏幕的内容，这也符合它的游戏投影的定位当你跟朋友玩分手厨房这类游戏任务失败时，至少不会因为房间太暗而打错人。牛逼了你！
那么这里你可能会问了，我花了这么11000多块买个投影，难道就只能打游戏吗？当然不是。UHD 50X 的8色轮能够支持10bit 色彩、P3色域、HDR、HLG 模式、50:1:1的对比度以及1080p 下的3D 支持。它拥有电影、HDR、游戏等12个显示模式，每种模式呢又有无数个自定义选项，根本不怕找不到你喜欢的那种颜色啊。这也就代表着看电影、追剧等娱乐活动，它自然也是绰绰有余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款游戏投影的色准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得益于奥图玛的调教，这款 UHD 50X 对人肤色的还原绝对是我见过的显示设备中最好的之一。那么老规矩啊，说完了好的点，我们自然也要再吐槽一番。首先就是接口的问题，作为一款专门为游戏所设计的投影，没有 DP 接口啊，我还能忍，但是只有一个 HDMI 2.0接口，确实有点不够意思了。当然，接口不足这点呢，可以轻易的通过 HDMI 拓展坞来解决。只是在次世代主机以及 RTX 30系列显卡都刚刚公布的现在啊，没有支持 4K 120赫兹的 HDMI 2.1接口，算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不过话说回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投影仪啊支持 HDMI 2.1，毕竟这也才是第一款支持高刷新率的 4K 游戏投影，所以也不必纠结。另外，我提到过它的最大亮度为3400流明，这也就意味着它的黑电屏表现非常一般。在正常模式下呢，它的黑色啊更像是深深灰，并且容易流失很多暗部的细节，这点在播放 HDR 媒体时啊尤为明显。所以推荐大家在观看 HDR 内容时，开启设置中的动态黑电屏，来为画面增加一些对比度。音频方面呢，这款投影仪内置了2个5瓦的扬声器，对于一般的电视节目来说，也许已经够用了啊。但对于追求沉浸式体验的用户来说，另外再搭配一套环绕音响或者中高端的回音壁，才是音频方面的唯一选择。说到音频，那我们也来顺便提一下这款奥图玛 UHD 50X 的分散噪音。对于3400流明的超高亮度来说呢，发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根据官方的数据呢，这款 UHD 50X 在工作时所产生的噪音大概是26分贝。在我的实际体验中呢，绝大多数情况啊，你都是注意不到这个声音的，只有偶尔出现非常安静的场景时呢，你才会想起原来我的头上还吊着这么个东西。那么最后再说说我的购买建议吧。如果你使用投影仪的唯一目的是看电影的话，那么其实这款 UHD 50X 呢，并不完全的适合你。我更推荐你去选购一些延迟稍高、亮度稍低，但对比度更高的电影专用投影仪，比如明基的 HT3550。但如果你不仅仅需要看电影，而是再找一款综合投影仪的话，那么我可以很放心的告诉你啊，这款拥有240赫兹刷新率的 4K HDR 投影仪是目前为止啊，我认为市面上10000元左右最棒的游戏及综合投影仪。它不仅能让你拥有丝般顺滑的游戏体验，也能为你带来还不错的媒体播放效果，可以说是胜任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的。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投硬币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